婚礼第二天早上，沈柔就生了一肚子气，因为新房装修的时间不长，自己又怀孕了，只好在婆家先住半年。没想到刚住了一晚，婆婆就开始作妖了。早晨6点钟，天蒙蒙亮，婆婆就把她和林浩叫醒了，理由居然是让他们赶紧去银行把婚礼上收的份子钱存起来。沈柔觉得她这个婆婆可能有精神分裂症，这种感觉从3年前她第一次登林家门的时候就有了。沈柔与林浩是大学同学，但不是校园恋情，他们是在毕业舞会上相识的。相识之后，发现俩人爱好相同，又是老乡，工作都迁在了省城，联系便热络起来。林浩就是省城的，沈柔是省会隔壁城市的。工作后，林浩住在家里，沈柔则需要租房。沈柔租房时，林浩帮他研究各种避坑攻略，陪他到处看房，替他与中介周旋。沈柔最终以合适的价格租到一套离公司只有3公里的小两居。房东和中介也都知道了，这个小姑娘的男朋友不好惹。沈柔与林浩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。恋爱谈到第3个月时，林浩妈知道了，要求林浩带沈柔回家。沈柔觉得没必要，毕竟自己才22岁，又不着急结婚。林浩做男朋友是不错，但能不能走到结婚那一步，谁也说不准。所以何必着急见父母呢？但是林浩妈一直催，沈柔不忍心看林浩家在中间为难，就答应了。沈柔心里想，不就见个父母吗？有什么可怕的？要是林浩父母太奇葩，正好早点分手，及时止损。沈柔去林家的前一天才知道，林浩爸出差了，他要见的只有林浩妈。那天上午，林浩开车来接沈柔，并且替沈柔买好了6样礼品。沈柔对林浩的体贴很满意。进了林家之后，林浩妈一直笑意盈盈地夸赞沈柔漂亮、大方、有气质，拉着她各种聊天。一直到中午11点半，林浩妈还没有要做饭的意思。中间林浩暗示了2次，林浩妈当作没听见。难道今天不管饭？沈柔心里正纳闷呢，门铃响了，外卖到了。林浩妈拿了外卖，跟沈柔解释，家里只有3个人，如果她做饭，林浩进厨房帮忙，就没有人陪沈柔了。林浩妈把外卖倒进盘子里，拿好碗筷，开了瓶红酒，招呼沈柔吃饭。外卖嘛，毕竟是饭店的厨师做的，不难吃。既然林浩妈都点外卖，将来应该不会干涉自己做不做饭。发现自己冒出这个想法之后，沈柔赶紧把他掐灭了。太可怕了，自己居然在想婚后生活。酒足饭饱之后，林浩妈笑意盈盈地通知沈柔，让她刷碗，而且不只是桌上的，还有昨晚的和今早的，都堆在厨房的洗碗池里呢。在沈柔开口之前，林浩抢先说，妈，柔柔是客人，哪有让客人刷碗的道理？林浩妈板着脸说道，将来你们结婚了，我是婆婆，她是儿媳，我支持她干点活，怎么了？沈柔说，阿姨，你自己也说了，那是结婚之后。现在我和林浩还没结婚，而且我觉得没有结婚的必要了。3人又争辩了几句之后，沈柔本以为林浩妈会勃然大怒，将自己赶出去。正打算离开的时候，没想到林浩妈笑嘻嘻地掏出一个大红包，塞到沈柔手里，说她就喜欢沈柔的个性，要一直保持下去哟。沈柔一摸红包的厚度，怕是有上万，她突然觉得很猛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欺软怕硬吗？回到出租房，沈柔还是猛的，林浩也解释不了自己妈妈今天的反常表现。后面2年相处的还算正常，没有什么奇葩的事情发生。直到去年商量婚事时，林浩妈又开始作妖了。
婚房方面，两家父母商量的是共同出资首付一套小3居的学区房，房产证写沈柔和林浩的名字，由他们俩共同还贷。彩礼和陪嫁方面，沈家父母的意思是按照当地的平均水准来，林家出12万彩礼，他们出12万陪嫁，用这个钱给小俩口添辆车。12万？不好不好，这个数不好听。8万8吧，我们出8万8的彩礼，你们也给8万8的陪嫁，听上去多吉利呀。这是林浩妈提出来的。听到这话，沈柔和父母心里虽然觉得不太舒服，但也没说什么。毕竟人家不只是降了彩礼，还顺带把陪嫁也降了，并没有占他们的便宜。之后双方按照商定好的，按部就班的看房、买房、订婚、订礼服、订酒店、领证。小插曲出现在订婚前，林浩妈说这2年疫情影响了收入，婚礼的一应事宜开销太大，所以3金可以正常买，彩礼就给个8888，意思一下吧。沈柔非常生气，当即表示分手，通知亲友和酒店取消订婚宴，并且一定会取消，原因说清楚。林浩妈立刻怂了，表示彩礼数额不变，她赔了不少笑脸，好不容易才安抚住沈柔和沈家父母。林浩实在是不理解，回家之后便问自己妈妈，为何这2年总有反常的行为？是试探，还是想拿捏沈柔？总是秒怂，会让人看不起的。林浩妈说，她知道这些行为看起来让人很无语，但她是一番良苦用心。将来等沈柔过了门，她会跟沈柔解释清楚的，沈柔也一定会理解的。订婚前1周，林浩收到沈柔的消息，你妈妈又可以拿捏我了。林浩一头雾水，问沈柔什么意思。沈柔说，我怀孕了，你妈妈可以以此为由要挟我，不给彩礼了。林浩的意思是先瞒着双方父母，订了婚，收了彩礼再说。但沈柔偏不，随即把医院的检查单子拍了照发给了林浩妈。沈柔也告诉了自己的父母，然后与父母在家等着林浩爸妈上门砍价。当天林浩爸妈确实带着林浩上门了，但不是来砍价的，而是带着一堆礼品来赔礼道歉的。林浩爸妈表示，虽说订婚在即，但毕竟还没结婚，沈柔怀孕了，是林浩的错，是他们没有管教好儿子，他们愿为此事承担全部责任。他们的想法是彩礼加10万，给18万8，订婚宴照常，订婚宴之后，林浩和沈柔就去领证，然后把婚礼提前，免得到时候沈柔肚子大了，穿婚纱不好看，婚礼上收的份子钱也都给沈柔，沈柔用这些钱多买点儿好吃的。听着林浩爸妈噼里啪啦的一通说，沈柔感觉很恍惚，主动加彩礼。自己这个未来婆婆难道是吃错药了？她不应该借机砍价的吗？沈柔居然有些郁闷，因为她已经做好了吵架的准备了，却一拳打在了棉花上。那天晚上，双方父母谈得不错，把提前领证和婚礼的时间敲定了。第2天上午便联系婚庆公司、婚礼酒店进行了协商修改。作为一个孕妇，沈柔基本没操心，林浩办事很周到，每件事沈柔都是满意的。闺蜜调侃沈柔是世界上最不操心的新娘了。就这样，沈柔和林浩顺利地办完了婚礼，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沈柔的幸福感一直持续到婚礼第2天早上6点，被婆婆的敲门声震碎了。在银行把份子钱存好之后，沈柔赌气不愿回婆家，林浩就陪她在外面闲逛，直到吃完午饭，沈柔困了，俩人才打算回家睡午觉。到家门口，一开门，沈柔被客厅的景象惊呆了。林家是一个大家族，林浩有2个叔叔，2个姑姑，
同辈的表兄弟姐妹有6个人。此刻2个叔叔、2个姑姑以及他们的家属都来了，正与公婆在客厅坐着嗑瓜子聊天呢。他们热情地招呼沈柔坐下，一个接一个地诉说自己的来意。沈柔听明白了，他们的诉求只有2个字：借钱。他们能估算沈柔手里的钱，林家给了18万8的彩礼，沈家给的陪嫁，再加上婚礼上收的份子钱，沈柔手里至少有40万。他们每家想借10万块，至于理由吗？买房、买车、上学、做生意，倒是各不相同。沈柔听罢，差点一口老血喷在他们脸上，这也太不要脸了。哪有长辈在新婚第2天找新娘子借钱的？所有人在等沈柔的回复，只见她慢条斯理地喝了口水，然后开始剥核桃。嗨，二叔清了清嗓子，沈柔没有任何反应。小姑向林浩爸妈开口：哥、嫂子，你们说句话呀。林浩爸皱了皱眉头，张了张嘴，最终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林浩妈开口了：你们要借的是柔柔的钱，又不是我的钱，我没有资格说话。小姑面向林浩说：浩，你说句话，我们有困难，你借还是不借？我们可都是你的亲姑姑、亲叔叔。林浩攥了攥拳头，深吸了一口气，说：这是柔柔的钱，我没有资格做主。惦记媳妇陪嫁的人就不算男人。沈柔吃完了核桃，站起身说道：叔叔、姑姑们，你们等我一下，我回屋拿点东西。林浩要跟着沈柔回屋，被沈柔制止了。客厅里的人好奇，沈柔回房间做什么去了，都处于焦急的等待之中，包括林浩。10分钟后，只见沈柔从卧室出来，没有任何停留，径直进了书房。又过了5分钟后，听到了打印机的声音。随后，沈柔拿着一沓纸来到客厅，坐到她刚才坐的位置上，慢悠悠地说道：两位叔叔、姑姑，我刚才回屋查了查账本，婚礼上你们每人随了6000块钱的份子，并给了我2000块钱的改口费。订婚宴上你们随了1000块钱的份子，给了1000块钱的改口费，对吧？只见三叔点了点头。沈柔继续说：那就是1万块钱。现在这样吧，我给你们每家2万块钱，加倍退还你们的份子钱和改口费。从此我与你们再无任何关系，反正我沈柔没有吃你们任何一家一口饭，不欠你们任何情。这是收据和协议，你们看看，没问题的话就签字。签完字，我立刻转钱。沈柔说完，在场所有人的脸色都不可言说。二叔啪的一拍桌子，站起来指着沈柔问道：沈柔，你什么意思？沈柔不慌不忙地说：就是字面意思啊，我跟你们本来就没有血缘关系，因为给了改口费，我才喊一声叔叔、姑姑。现在我把改口费和份子钱加倍退给你们，买断跟你们之间的关系。三叔一把掀翻了瓜子盘：沈柔，我们是好声好气的跟你借钱，你不借就算了，居然这样羞辱长辈。你的教养呢？你爸妈怎么教的你？呵呵，真不知道是谁没有教养。上门逼迫一个进门刚2天怀着孕的新媳妇，你们可太有教养了。你们这么有教养的亲戚，我可高攀不起。你三叔还想说什么，但是被林浩打断了。二叔、三叔、四姑、小姑，今天的事情是你们太过分了。柔柔既然不借，你们就抓紧离开吧。柔柔是孕妇，她今天如果生气动了胎气，我也跟你们断绝关系。说着，林浩搂着柔柔回房间了。关上房门后，沈柔和林浩戴上降噪耳机，没心没肺地睡了个午觉，直到骄阳变成夕阳，两人才懒洋洋地起床。吃完晚饭，林浩妈约沈柔散步，没让林浩跟着。柔柔，
我知道你心中有很多疑问，现在我就给你一一解答。我之前所有不可理喻的行为，比如在你第一次上门的时候让你刷碗，在彩礼上不停地讲价，确实是为了试探你，看你好不好拿捏。但我不是为了拿捏你，而是希望看到你的愤怒和反抗。我希望你是一个不好惹的女孩。你公公是典型的凤凰男，80年代末从很穷苦的山村里考出来的大学生，集全家之力才供养出来的大学生。但我不是城市孔雀女，我也是农村人，只是没那么穷。你公公是很好的丈夫，这些年我很幸福。我很感激婆家集全家之力供他读书，我才能遇到他。所以我支持你公公报恩，也愿意与你公公一起报恩。但是我有我的底线，报恩必须适度，任何时候报恩的度不能影响到林浩的利益。同时所有的恩情由我们这一代报完，不能让你们继续进入这个漩涡。这么多年，我和他出钱出力，把他所有的兄弟姐妹带出了小山村，帮他们在省城安家落户。我觉得当年的恩情早就已经报完了，现在的帮助只是在做善事。我对他们越来越不满，是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自己解决问题，任何事情都需要我们的帮助。而且只要知道我们手里有闲钱，就想借去用，拖个2-3年再还。今早我喊你们去存钱，是怕你和浩浩太善良，扛不住他们的糖衣炮弹，把现金直接给他们。要是存了定期，也算有个拒绝的理由。我没有直接替你们拒绝，是因为你和浩浩终将要独自面对生活，只有你们自己坚决的拒绝，才能永绝后患。妈，其实我觉得我今天做的有点过分，但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能冷静的处理吗？而且爸爸为什么不生气吗？面对沈柔的提问，林浩妈确实很好奇。沈柔接着说，因为上午叔叔姑姑们到的时候，爸给林浩打电话通过气儿了，让我们想办法拒绝，不管我们闹得多难看，他都不会说什么。林浩妈回想了一下，做午饭的时候，林浩爸说没酱油了，去小区门口的超市买了瓶酱油。林浩妈记得前2天明明刚开了一瓶新的酱油，怎么只剩空瓶了呢？现在看来，大概率是今天早上林浩爸把酱油倒掉了，是为了有个可以出家门的理由，这样才有机会打电话通风报信。哈哈哈！林浩妈不禁笑出了声，报了近30年的恩，她终于是累了，只是没有办法自己拒绝而已。所以当我提出把收的份子钱都给你们的时候，她立刻同意了。因为钱如果在我们手里，肯定是要往外借的。林浩妈摸了摸沈柔的头，眼中3分怜爱，3分同情，4分愧疚。柔柔，辛苦你来当咱们家的恶人了。沈柔露出一丝微笑，妈，为了自己的家，不辛苦。报恩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最难的就是受恩的人认为自己已经把恩报完了，而恩人却认为还不够。继续报恩，受恩的人会生怨气，停止报恩，恩人会生怒气。这时候，过去报的所有恩会归零，双方将会变成仇敌。公婆报了半辈子的恩，报够了，也报烦了，正处在可能反目成仇的时间节点上。公婆当了一辈子的好人，不愿意当恶人，可以理解。沈柔认为，在婚姻生活中，只有夫妻同心合握在手里的钱是实的，而亲戚的称赞不过是镜花水月，一场虚幻的开心。更何况邻家的亲戚只会占便宜，不懂得互惠，还是尽早摆脱吧。所以沈柔不怕当这个恶人，也乐意当这个恶人。婆媳俩走着走着，不约而同的转头相视一笑。经过今天这么一闹，日后林家的日子应该会太平很多。